乱世英雄起四方，有枪就是草头王。今天我们来讲三国历史上一件千古冤案，这个冤大头就是曹操。大家对于曹操的印象，相信大多还是在《三国演义》上的奸雄形象。首先，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历史上曹操的真实面目。曹操这位战国时期的杰出人物，不仅以其政治智慧和军事才华而闻名于世，还以其多才多艺的个人魅力备受瞩目。其实曹操少年时期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，酷爱读书，涉猎经史典籍，尤其钟爱军事著作，对于战略战术颇有心得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擅长诗歌、书法和音乐，天赋异禀，堪比名家。在武艺方面，他也是十分优秀的。这些多方面的才华让他成为了当时备受瞩目的人物。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精明，有随机权衡应变的能力，是比较狡猾的，偷鸡摸狗的事情应该也干了不少，所以当时的人认为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。但是当时梁国的乔玄等人认为他不平凡。《三国演义》小说中也说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。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曹操看到董卓把持朝政，荒淫无度，拉拢士人为己所用，乃表点军校尉曹操为骁骑将尉。《三国演义》里有一段曹孟德刺杀董卓的描写，写到曹操借了司徒王允的七星宝刀前去刺杀董卓，没想到被识破，情急之下假装献刀，然后又假装是马，骑马出城逃走。董卓大怒，行文郡县缉拿。《三国演义》说，曹操在中牟县脱险之后，与陈宫一同逃走东行，走了3天，到达城高，天色已晚。曹操用鞭指着树林深处，说此地有个叫吕伯奢的人，是他父亲的结义兄弟，可以到他家借宿一晚。于是曹操和陈宫便到了吕伯奢家里。这里《三国演义》加上了陈宫，由史书中的曹操一人变成2人了。吕伯奢已经知道曹操是逃犯了，但仍然热情招待。他安排家人杀猪，自己骑驴外出买酒去了。曹操和陈宫在家里等待，忽听房后有磨刀之声，顿时起了疑心，便潜入草堂窃听。只听见有人说道：“绑起来杀，怎么样？”曹操大惊，决定先下手为强，便与陈宫拔剑闯入，不分男女，全部杀掉，一连杀了8个人。曹操、陈宫搜到厨房，却见绑着一口大肥猪，这才知道误杀了好人，但已经铸成大错，无法挽回。他俩只好急忙骑马出庄，逃遁而去。走了不到2里路，迎面撞见吕伯奢买酒回来。吕伯奢惊问曹操为什么要走，并说已经安排家人杀猪款待，力劝曹操回去。曹操自然不敢回去，一边敷衍，一边策马前行。走出几步，曹操忽然拔剑返回，对着吕伯奢身后大叫：“来者何人？”吕伯奢回头看时，被曹操挥剑砍于驴下。陈宫大惊，质问曹操。曹操说：“吕伯奢回到家中，见全家被杀，岂肯罢休？如果率众来追，我们必遭其祸。”陈宫说：“刚才杀他家人是误杀，没有办法弥补，可对吕伯奢是知而枉杀，实在是不义。”这个时候，曹操便说出了那句名言：“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”知道《三国演义》是一本小说，
历史上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？本频道觉得曹操杀吕伯奢一家就有3种可能。第一个可能，出自曹魏官员王审所著的《魏书》。太祖从述其过故人成高吕伯奢，伯奢不在，其子与宾客共解太祖，取马及物，太祖手刃击杀数人。第二个可能，出自西晋史家郭班的《魏晋世语》。太祖过伯奢，伯奢出行，五子皆在，被宾主礼。太祖自以被着命，移其图己，手剑也杀8人而去。第三个可能，出自东晋史家孙胜的杂记。太祖闻其食气生，以为图己，遂夜杀之。继而妻创曰：宁我负人，无人负我。遂行。按照第一种可能，王审的说法是吕家人见财起意，要抢劫他的马匹和财物，曹操不得已才把他们杀了。果真如此的话，曹操属于正当防卫，顶多算是防卫过当，理应得到世人的谅解。就算把他拉上法庭，要让他负刑事责任，法官估计也会酌情从宽。问题在于，王审的说法可信吗？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王审的身份背景。实际上，史学家只是他的第2身份。王审的第1身份其实是曹魏的大臣，在曹髦、曹丕孙子时代官居侍中。说白了，他就是曹魏公司的高管。我们能指望他一边领着曹家的高薪，一边挟持揭露公司创始人曹老板的杀人罪行吗？恐怕很难。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，一个案件中与被告方存在利益相关的证人，其证言的真实性一向备受质疑，被法庭采信的概率也是很低的。其次，王审的证词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。我们都知道，曹操本人就是练家子，身手相当了得。按照《三国志》的说法，叫才武绝人，莫之能害，所以当年刺杀张让才能全身而退。而按照王审所言，他借宿吕伯奢家之时，身边还带了好几个骑兵侍卫。试问，吕家人的脑子得进多少水，或者事先吃了多少颗雄心豹子胆，才敢打劫曹操？况且当时曹操是在逃亡，神经高度紧绷，恐怕连睡觉都睁着眼睛。吕家人对他下手，不是找死吗？综上所述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，王审在魏书中的说法可信度很低，极有可能是对曹操的袒护，甚至捏造事实。那么事实应该就在后面的2个版本中，谋杀还是误杀？郭班的《魏晋世语》和孙胜的杂记都认为，曹操杀吕伯奢家人并非出于正当防卫，而是怀疑对方要害自己，所以先下手为强。但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，郭班的说法可以认定为谋杀，孙胜的说法则倾向于误杀。郭班说，吕家人被宾主礼，也就是盛情款待了曹操，可曹操却恩将仇报，在没有任何可疑迹象的情况下，仅仅出于莫须有的疑心，就把人家8口人全杀了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妥妥的谋杀，所以郭班的证词对曹操最为不利。而孙胜虽然同样认为曹操杀了人，却提供了2个至关重要的案情细节。首先，在案发前，曹操听到了食气声，按字面意思是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声音，但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认为，这里指的应该是杀猪宰羊的磨刀声。而当时的曹操正在逃命，属于典型的惊弓之鸟，稍有风吹草动，肾上腺素立马飙升。
何况还听见了磨刀声，可以想见曹操当时有多么惊恐和愤怒，于是来不及多想就把吕家人干掉了。可一杀完他才明白过来，原来人家是杀猪宰羊要款待他。这就有了案发后的第二个关键细节，曹操发现自己杀错了，便凄怆地说了一句：宁可我对不起别人，也不能让别人对不起我。如果孙胜提供的这两个细节属实的话，那么很明显，这是误杀。虽然理无可述，但是情有可原，因为多数人在那种情况下都有可能产生误判，进而导致错误的行动。凄怆二字就足以表明曹操发现自己铸成大错之后的悲伤和愧疚之情。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罗贯中的山寨。上述三个版本，王审明显是在替曹操洗地，欲盖弥彰的味道太浓，最不可信。郭班则是把曹操写得像个冷血杀手，仿佛杀人可以不需要理由，显然走了另一个极端，同样不足采信。所以千百年来，人们普遍采信的都是孙胜的说法，因而才有这句宁我负人，无人负我流传千古。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，大多数人记住的其实不是《孙胜杂记》里的这句宁我负人，无人负我，而是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写的那一句：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两句话乍一看差不多，可往细了一想，尤其是放在不同的语境下时，差别还是挺大的。孙胜的原版是曹操发现自己铸成大错后的凄怆之语，虽然宁我负人，无人负我，意思还是有很大区别得到。宁愿我对不起他，他不能对不起我，而且是伤心无奈才这么说。这句话含有很大的无奈和某种程度的自嘲。看着孙胜的描述，我们甚至可以脑补出曹操说这句话时面如死灰、失魂落魄的样子。然而在罗贯中那里，情形就截然不同了。《三国演义》第4回写道，曹操先是误杀了吕家的8口人，然后和陈宫一块仓皇逃离，不料恰好遇见买酒回来的吕伯奢，曹操索性把吕伯奢也给杀了，理由是怕他发现家人惨死后会来追杀他们。陈宫受不了，骂曹操不义，曹操就用那句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回敬了他，一副理所当然，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。罗贯中虚构了不同的语境，又在孙胜的基础上加了天下2字，口气就从凄怆无奈变成了霸道豪横，似乎为了一己私利损害全天下的人都没关系，把对不起的对象是1对1变成了天下所有人，这就很有些反社会、反人类的味道了。很显然，罗贯中这么一写，曹操的大奸大恶就被完全坐实了，可以说是毫无人性，令人发指。任何人看到此处，都会恨不得把曹操撕了。而他说的这句话，从此就跟着《三国演义》流传天下，变得妇孺皆知了，同时也成了奸雄曹操自私残忍、冷酷无情的如山铁证。要知道，《三国演义》这是小说，不是历史。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的确有自私残忍的一面，但并非像罗贯中刻画的这样没有人性。曹操的奸雄形象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冤杀了吕伯奢全家，并且说了那句让天下人都憎恶的名言：宁愿让我背负全天下人，也不要让天下人背负我。裴松之在补注中记载的却不少，他引用了3部史书。有3种说法，
而且说法各不相同，大概裴松之自己也搞不清楚哪种说法是真的，干脆把3种说法都记载下来，让读者自己去辨别吧。《世说新语》是南朝宋的临川王刘义庆编写的史书，记述了东汉后期到晋宋年间一些名士的言行和轶事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按《世说新语》的说法，曹操仅因为怀疑，就蓄意在夜里连杀8人，然后扬长而去，表现出凶残的性格。不过，曹操并没有杀吕伯奢本人，也没有说那句名言。从以上史书记载来看，曹操杀吕伯奢一家，有自卫、误杀、蓄意杀人3种说法。看来，曹操杀人的事实应该是有的，否则魏国的官方史书不会记载。最关键的是杀人动机，自卫一说可能是为当权者隐晦，蓄意杀人一说不符合情理，而且《世说新语》有小说的特点，难以为据。最大的可能则是误杀。本频道认为孙胜杂记的记载应该比较符合历史事实，《三国演义》根据这些史料经过加工演绎，特别是虚构了枉杀吕伯奢和他那句名言，创作出了一段精彩的故事，成功地塑造了曹操的奸雄形象。应当说，《三国演义》加工创作的这段故事十分精彩，曹操奸诈凶狠的性格也被刻画得栩栩如生，但是他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全貌，也不符合情理。曹操是政治家，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不会说出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那样的话而得罪天下之人，遭到天下人的唾骂。连毛宗岗在批注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，也觉得曹操这句话说得唐突，评价道：曹操从前是一个好人，这里却忽然说出奸雄的话来。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以后，继续前往陈留，投奔好朋友张邈，然后组织义兵去讨伐董卓。曹操陈留起兵是他创业的开始，他兴义兵的目的是为了讨伐乱臣贼子，拥护东汉朝廷，实现社会稳定，而不是去谋取自己的天下。所以这个时候的曹操不仅不是乱世之奸雄，反而是立志做荡平乱世的英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再会。